AGM-154C 联合防区外武器，英文缩写解锁5。由美国雷神公司研制。1998年12月17号，美英两军对伊拉克发起代号“沙漠之狐”的大规模空袭。当天，从美国海军企业号航母上起飞了一架 FA-18C 舰载机，向伊拉克南部的地面防空系统发射了联合防区外武器的第一种型号 AGM-154A， 这也是该武器首次投入实战。AGM-154目前是共有3种型号 ，A 是基本型，战斗部为145枚综合效应子弹药 ；B 型为反装甲型，战斗部为6枚传感器引爆子弹药，但没有投产。C 型呢是专为美国海军研制的，供舰载机使用，用于打击地面和地下坚固的点目标。2005年2月进入美国海军服役。台军这次要购买的就是 C 型，主要装备于 F-16V 战机。根据资料 ，AGM-154C 型全重468千克，采用英国 BAE 系统公司研制的布洛奇战斗部。这种战斗部由2部分组成，前部是100公斤的巨能装药清澈战斗部，后部是145公斤的常规战斗部。它的攻击原理是前部的巨能战斗部先起爆，形成爆炸成型弹丸，在混凝土上炸出一个洞，然后第2级战斗部沿着炸开的洞口进入目标内部爆炸，彻底摧毁目标。而为了充分发挥战斗部的威力 ，AGM-154C 还采用了联合可编程引信，可在最佳位置起爆。因此 ，AGM-154C 非常适合打击类似混凝土加固机堡这样的高防护目标，还被军迷称为“机堡终结者”。不过，这款先进武器到了台湾空军手里，并不见得能发挥多大的作用。虽然 AGM-154C 采用中段惯性加 GPS 制导、末段红外成像制导的复合制导方式，打击精度高，但射程却不远。作为一款无动力的滑翔制导武器，它的射程完全依赖载机投弹时的速度和高度。根据雷神公司公布的数据，该弹最大滑翔距离为130千米，但这必须是飞机在1.2万米高度投掷时才能达到。而在战机低空突防的150米高度飞行时，该弹的滑翔距离只有22公里。这样投弹高度和滑翔距离对付防空能力差的对手尚可，面对拥有 S-300或更先进防空系统的对手时，载机还未把弹投出来，就可能被打下来了。在美军的作战体系中 ，AGM-154C 可由海军的 F-35C 进行内置挂载，能实施隐身攻击；而非隐身的 FA-18E/F 外挂进行攻击作战时，也可由 EA-18G 电子战机来压制敌防空系统，大幅降低敌防空系统的威胁。但是台空军既没有隐身战机，也没有先进的电子战机配合 ，F-16只要一起飞，对手的远程预警系统和防空系统就能够迅速发现，时刻关注他们的动向，引导战斗机、远程防空导弹等等对 F-16进行拦截。目前美军正在测试带动力的增程型联合防区外武器，最大特点是加装了涡喷发动机，将最大射程从130公里增加到560公里，预计2023年底投产。台空军也提出了购买意向，不过由于其飞行速度不高，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。除了掏空钱袋子加码美国人的 F-16战机，防务报告书指出，台军还计划制造改进型天宫2、天宫3防空导弹，并升级爱国者2、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，以提高重要防护目标安全。此外，计划发展机动地对空导弹系统，反制敌空中突击部队或空降作战，强化机场跑道抢修能力，以确保台军空中战力发扬。在空中靠战机去进行对抗，这个我估计台湾岛内也没有人相信。所以现在呢，台湾岛内有一帮人喊说，那就搞地面防空。但是我们说这些平台自身的作战能力在战时，因为体系的差距，它也得不到发挥。所以总的来讲呢，这个在空战中占不到便宜，想要搞地面防空，这点我们说也只能说是这个痴心妄想。值得指出的是，这份防务报告书每2年发布一次，这也是蔡英文担任地区领导人后的第3份报告。有分析指出，这3本防务报告书无一不是借炒作两岸军力对比，大肆宣传对美军事合作，是以武拒统的直接表现。此外，台防部门宣称，预计明年3月完成制作战时民众求生避难手册，刻意引发台湾民众对战事的